大家好，最近我做了3件和照片有关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扫描了一些老照片，然后将其保存成电子照片。第二件事是打印了一些自己的生活照片。还有第3件事是输出装裱了自己的摄影作品。我觉得这3件事都挺有意思的，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希望会对你有些帮助。好，先来分享第一件事，就是扫描老照片。在扫描之前，我需要对这些照片进行一个简单的清洁。这些照片之前并没有被妥善保管，很多出现了明显的破损、褪色等情况，上面有很多灰尘，有些照片上面还残留着有双面胶，很难清理。有些照片长期暴露在空气中，轻轻一碰就掉色了，我需要很小心。很难保证以后这些照片不会变得更糟糕，所以我现在必须设法处理一下。以前的这种照片上面会保留拍摄日期，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不论过去多久都能知道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特别是很多年以后，单单靠人脑的记忆很不可靠。在清理完这些照片之后，我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晾晒。有一部分照片翘起来了，所以我就把这些照片一层一层的叠起来，每一层中间用牛皮纸隔开，然后压了一会儿。第二步就是扫描。起初我计划用相机翻拍，但是试了很多次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照片反光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只能用打印机进行扫描。我将所有的相关参数设置成了对画面质量最有利的状态。扫描完之后，我对比了一下，效果还不错，对这类生活照片来讲完全可用。在这里给大家分享其中的几张。这张照片是我人生中拍的第一张照片，刚出生，可能是1岁左右吧。印象中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件事情，可是我忘记了。这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在学校拍大合照，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小学2年级的时候。在拍完这张照片之后，应该是过了2年，这个学校就废弃了。2024年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房子已经破旧不堪，但幸运的是房子还没有倒塌。这张照片是我外婆的，她很早就去世了。我也是翻看这张照片的时候才发现后面写着字，亲爱的母亲，应该是我的母亲写的。很遗憾上面没有写时间。这张照片是我的母亲2012年3月拍摄于西安的革命公园。这是我给她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最后一张。这些旧照片承载了很多记忆，现在看这些照片，除了能让我想起往日的时光以外，也给我一种莫名的支持和鼓励。看着来时路，我更容易保持热情，去过好以后的生活，认真对待当下身边的人。第二件事就是打印生活照片，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我之前扫描的老照片。但是在挑选照片的时候，我纠结了很长时间。第一遍筛选了200多张，数量有点太多了。然后经过多次筛选以后，总共保留了161张照片。第二步就是打印照片。起初我找了一家成都当地的店铺，提供照片打印甚至艺术微喷服务。但是我要将照片打印成6寸，因为太大了不方便保存。而这家店打印的最小的尺寸远远不止6寸，所以只能作罢。但我后来输出自己摄影作品的时候选择了这家店，这个后面和大家分享。所以后来我只能在网络上找一家网络店铺进行打印。当我收到自己打印的照片时，我把它摊在桌子上。当时感觉很奇怪，就觉得自己异常的富有。我在每张照片后面都标记了拍摄时间和地点。
第3件事就是输出装裱自己的摄影作品。我总共挑选了4张，其中也包括这张看似平平无奇，但我又异常喜欢的摄影作品。我去了前面提到的这家提供艺术微喷服务的店。这家店已经经营了很多年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这是我第一次采用微喷输出的这种方式打印自己的摄影作品。我对纸张不是很了解，前面的都有货，打得比较好的那种，卖的比较好的那种货。在老板的推荐下，选择了哈内姆勒摄影纯棉硫化钡相纸，价格是每平米580元人民币，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选择好自己喜欢的纸张，确定好合适的尺寸，然后我就等着照片一点一点从机器里挤出来，感觉像是孩子一样。哎，它不切吗？手动的啊，手动的。我还可以自己切。当我手里拿着这些打印出来的照片时，我感到非常兴奋，好像这张照片直到此时此刻才算完整。非常平整。打死这个，黑的厉害。拥有一张实实在在的可以触摸到的摄影作品，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一件事情，而今天这件事情终于搞定了。在拿到这些微喷输出的摄影作品之后，我将其装裱在了我提前准备好的相框中。我这个照片的尺寸是30厘米乘40厘米，然后这个画框的尺寸是40厘米乘50厘米，但它中间这个画心的尺寸是30乘40，刚好和我的照片的尺寸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尺寸给大家参考一下。现在我要开始装裱我的摄影作品。这个是相框附赠的一个卡纸，但是它没有背板，我就只能用这个先挡一下，后面等我定做的荷叶卡纸收到以后，我再把它换一下。这个是一张塑料面板，其实玻璃的更好一些，玻璃比较硬，不容易变形。我要先把这2个东西组装在一起，组成一个荷叶卡纸。这个正常来讲是需要用无酸胶带，我现在只是临时把它固定一下，所以用这个透明胶带。这样的话，一个荷叶卡纸就做好了。然后我们把照片放进去。这个照片当时打印的时候，下面的留白比较大一点，这个一般是摄影师签字做标注的地方。我现在不需要写东西，所以就空着。通常是用十字交叉法给它固定死。如果你的要求不高，其实也无妨。一般只固定上面就可以，下面的话让它自己自然的保持伸展状态就可以。要不然因为湿度的变化，它可能会里面受力不均匀，可能会鼓起来之类的。这样的话，这张照片现在就粘好了。我们把它放在相框里面。这是一个塑料面板，在装盖板之前，如果有灰尘的话，可以简单吹一下。现在这张照片就基本装裱完成了。在我刚才演示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我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没有使用那个无酸胶带，我本来以为那个东西很容易买，没想到特别难买。
我在网上找了半天才找到合适的无酸胶带，现在还没有收到。然后我又着急想看一下这个装裱效果，所以就用那个透明胶带先临时用一下。后面的话我收到货以后需要把它重新装裱一下。另外的话就是这个荷叶卡纸，我当时以为这个东西它会有前面的面板和背板，结果它只有前面的面板。各位在装裱的时候可以去定做一个符合自己照片尺寸的一个荷叶面板，包括前面这个面板，后面还有一个背板，比较厚，大概1.5毫米到2毫米都可以。这样的话，照片固定在里面会比较平整，不会出现一些起伏的情况。现在我看了一下我的照片，不是很平整，所以的话，这些东西还是很有必要的。各位如果在装裱的时候，可以提前准备好。今天分享的这3件事情，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做了，特别是第一件事情，扫描老照片，但因为各种原因、各种借口，总是迟迟没有行动起来。也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失去了一些很珍贵的照片。坦白讲，我很自责，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于事无补。前段时间有一个晚上，我一直睡不着觉，就翻出了那些我以前收集出来的，但是还没有开始处理的老照片。我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以前我总想着找到合适的方法、设备，很完美的去清理、恢复和扫描这些老照片。总想着有了自己的照片输出设备以后，再精心的去打印和输出照片。想着想着，1年又1年，就这样过去了。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在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现有的办法就是最好的。重要的是先完成这件事情。没有高端的扫描设备，我就用常见的打印机进行扫描。没有丰富的照片清理工具和清理经验，我用湿纸巾擦一下也行，只要自己小心一点就可以。没有自己的打印设备，我就找照片打印店给我处理，其实也不差。及时拯救这些脆弱的老照片，对我来讲才是最重要的。相较于手机、电脑、硬盘里的千万张电子照片，一张拿在手里的摄影作品更让我欢喜。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感觉让我心里很踏实，观感也是天壤之别。但凡经历过电子照片丢失或者硬盘损坏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我的感受。虽然艺术微喷的价格很高，但相信我，成品一定不会让你失望。所以，如果你也有整理老照片的想法，或者输出装裱自己摄影作品的想法，请立刻行动起来。或许以后会有更好的机会，但在那之前，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各位生活愉快，再见。